浩宇，你真会钓鱼，都是钓鱼的，一样的鱼竿，一样的鱼饵，怎么鱼儿老是往你那边跑去，老是上你的钩？今天是我钓鱼以来钓的最少的一次了。乔叔，我那是运气好，可能是那些鱼儿看我长得好看吧，就跑来吃我的鱼饵了。对，就是你年轻帅气，连鱼儿都被你迷住了。浩宇，你还会什么？我觉得乔叔应该问我还有什么是不会的。我们家兄弟都是多才多艺的，我奶奶说的技多也不压身，我们想学的都让学，不想学的也要学，可以说琴棋书画我们都会，精不精通就另说了。你奶奶是出了名的会培养孩子，你父辈以及你们这一辈都是你奶奶培养出来的，个个都那么优秀。乔叔夸奖了，乔叔和阿姨也很会培养孩子呀，乔涵和乔轩也特别的优秀，我想江城的老人家就没有不羡慕你的。战浩宇的夸赞夸的乔董笑的嘴巴都拢不住。这些小鱼你打算都烤了吃吗？那我叫管家多备点食材，今晚我们就吃烧烤好了。我打电话叫乔涵和乔轩回来，还有你阿姨，人多热闹。乔董说着就打电话给乔涵，大，有事吗？没事就不能打电话给你吗？你下班了吧？晚上有应酬吗？有的话都推了，叫上你弟回家吃饭，吃烧烤，人多吃着才香。大，我有应酬不能回去陪你吃饭，你要是觉得人数太少，你打电话给我的表兄妹们，保证家里热热闹闹的。那又太吵了，应酬的事推了，要不安排别人去？你给我回来，天天都顾着上班的，也不知道陪陪你爸妈。我们年纪渐大，儿女总是不回家，会觉得孤独寂寞的。对了，浩宇在，下午我和浩宇去钓鱼，我们钓了很多鱼。浩宇说要烧鱼吃，我想着单单吃烤鱼太单调了，就让厨房里多准备点食材，今晚吃烧烤了。阿涵，你不知道浩宇多有本事，他太会钓鱼了，钓了小半桶的鱼。你快回来，等会儿尝尝浩宇的烤鱼，他说他厨艺了得的。大，他什么时候过去的？他败坏了你儿子的名声，你居然还和他去钓鱼，怎么不拿扫把将他打出去？都说了他下午过来陪爸去钓鱼的，他怎么败坏你名声了？他只是喜欢你，大胆的向你展开追求而已。阿涵呀，爸也不怕你生气，爸跟你说实话，爸是很欣赏浩宇的，你给浩宇一个机会，好好的相处，时间长了，你就会发现浩宇的优点。他真的是浑身都是优点，赶紧的回来，记得叫上乔轩哈。你要是不回来，爸和浩宇多喝2杯，喝醉了胡说八道就不好了。乔涵被父亲最后那句话气得想摔手机，气归气，还是打电话给弟弟，通知他一起回家吃饭。爸怎么叫我们回去吃饭？家里要办喜事吗？战浩宇下午去了我们家，他还陪爸去钓了一个下午的鱼，说是钓了半桶的鱼。战浩宇要烤鱼吃，爸叫我们去尝尝战浩宇的厨艺。战浩宇还真有本事，哄得爸开开心心的。哥，既然爸叫我们回去吃饭，那就回去吧。我也好久没有陪着爸喝2杯了，今晚就和爸干上2杯。我今晚要应酬的，爸非要我回去。对于爸妈来说，生意上的事都是小事，你的人生大事才是大事。把我推销出去后，你也跑不了，少在这里幸灾乐祸的。我只比你大了10分钟而已。哥，那你还是拖久一点，不要太快接受战浩宇的追求，让我多玩2年。我计划是30岁结婚的。乔涵默默地挂断了电话，在办公室里静坐了2分钟，他才起身走出了办公室。谁知道在公司门口遭到了凤若的拦截。凤若走到乔涵的车窗前，敲着车窗。乔涵没有按下车窗，开车。司机赶紧开车。乔少，站了几分钟，凤若带着一肚子的火气回家去。大姐今天去哪里了？穿得这么正式。上班呀，你不知道我天天都要上班的吗？你以前不也这样子？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去乔氏集团找乔少了吗？乔少可不是你能拿下来的。我劝你呀，还是早点死了那条心。当然了，你要是运气好，能得到乔少的青睐，你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也能水涨船高的。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是爸妈哥哥心里最爱的女儿。凤晴，你是比不过我的。他们疼你有什么用？以后继任家主之位的人是我。凤晴，现在妈还好好的，谁上位还是个未知数呢？你以为你一个乡下长大的乡巴佬，真能管制住那么多族人？谁服你？你以为你是妈的亲生女儿，就能继任家主之位了？你没有那样的能力，就算是妈的亲生女儿，也不能接管凤氏家族。妈可以从族里的女儿们挑一个接任家主之位，那个时候你就是个笑话，而且能不能活下去还是个未知数。那就拭目以待吧。你呀，还是想个办法，怎么爬豪门阔少的床吧。只要你嫁入了豪门，你才能保住你现在的生活，否则你就回乡下去跟你的亲生母亲一起生活吧。只是你现在的身份地位，哪家豪门的太太敢让他们的儿子娶你？娶你一点利益都没有，豪门的婚姻没有价值的。
你以为你能进去，顶多就是别人的玩物而已。你，凤若被气得半死。少了嘛，那我回屋里去了，以后不要犯贱，不要以为我是任你搓圆掐扁的人。说完，凤琴转身朝主屋走去。凤琴，总有一天我让你跪下来给我舔脚趾头。管城战氏集团，海童一手抱着一束花，一手牵着杨洋，等着战印下班。总裁夫人，你真的不上去吗？总裁看到你来接他下班，会很开心的。不了，他忙，让他先忙吧。我一上去，他就干不了事。我过来也是给他一个惊喜，就是在这里等着他出来。他忽然看到我，才是惊喜。小姨，我想妈妈了。等你姨丈出来了，小姨就送你回家。我跟你妈妈说好了的，你妈妈现在也还没有空。小姨，姨丈什么时候出来？再过几分钟，你姨丈就会出来的了。小姨快看，姨丈出来了！姨丈！杨洋奔跑而去，边跑边叫喊着：姨丈，你下班了，我和小姨等你好久了，小姨都不想进来，她说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姨丈，你看到我惊不惊喜？姨丈看到杨洋太惊喜了，姨丈可想杨洋了。杨洋想姨丈吗？姨丈，我能说实话吗？当然了，姨丈就喜欢诚实的孩子。杨洋过2天就要上幼儿园了，一定要成为一个懂事的、诚实的孩子，可不能撒谎，撒谎就不是好孩子了。我和龙婷玩得很开心，连妈妈都不想，更不会想姨丈了。一点都不想吗？想不起来，我只顾着和龙婷玩。杨洋太没良心了，姨丈可是很想你的。姨丈想小姨，不会想杨洋的。那姨丈想你小姨的时候，顺带的想你。姨丈偏心，想我都是顺带的。姨丈顺带的想你，好过你一点都不想姨丈。你都不想姨丈，还想要求姨丈天天想着你吗？姨丈，我现在很想你，很喜欢你，我最喜欢的人就是姨丈了。不对啊，杨洋常说最喜欢的人就是妈妈和小姨，要不就是小军阿姨或者你表姨。貌似你是见一个就说你最喜欢。别逗杨洋了，他现在的智商哪是你的对手呀？小姨，我们接到姨丈了，给了姨丈一个惊喜，姨丈笑得像老鼠偷到大米一样了。我们可以去找我妈妈了吗？好，我们去找你妈妈。姨丈什么时候笑得像老鼠偷到大米一样了？你知道老鼠是怎么笑的吗？吱吱吱吱，那是老鼠的叫声。杨洋求助地看向海童，你又逗杨洋了。杨洋，别管你姨丈，你姨丈刚才笑得见牙不见眼，的确是像只偷到大米的老鼠。先送杨洋回家吧。去姐的新店里，接上姐和东明一起去管城大酒店吃饭吧。你出去了那么多天，姐也惦记着你和杨洋。好。杨洋跟着小姨去旅游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很好玩。我跟龙婷玩得特别好，不过龙婷比我懂得多。她说她上幼儿园了。姨丈，我也要上幼儿园，我要学很多很多知识。下次见到龙婷，我就能把她比下去了。过2天就开学，杨洋就可以上幼儿园了。希望你到时候别哭喊着不肯上幼儿园哈。我不会哭喊的，龙婷都说她没哭，她说她班里的小朋友会哭，她就看着别人哭。我上幼儿园后不哭，我也看着别人哭。姨丈就拭目以待了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不哭，乖乖的。小姨，我们什么时候又能去旅游？龙婷说她只有放长假的时候才能回来，平时都是在她师公那里学舞，上幼儿园的。你也是啊，等你放长假，小姨才能带你去找龙婷玩。学习的时候就认真学习，玩乐的时候就放肆的玩。小姨，学医是什么？学医就是学习医术，以后治病救人呀，这是救死扶伤的工作。龙婷说她要学医，小姨，我要不要学？你现在还小，等你再大一点，你要是喜欢学医，以后就选择读医学，将来就可以当医生，治病救人了。杨洋，你不用事事都跟龙婷比，你们各有各的优点，比不来也不用比。杨洋似懂非懂的。一会儿后，数辆车就停在了海玲的新店门口。陆东明坐在店门口等着杨洋。陆叔叔。杨洋双脚一着地，就小跑向陆东明。杨洋，别跑那么快。杨洋原本是想爬上陆东明的大腿的，都做出了想爬的动作，又赶紧放弃。杨洋这个细小的动作落入陆东明的眼里，陆东明那是欣慰的。陆东明主动地抱起了杨洋，让杨洋坐在他的大腿上。陆叔叔，你的脚会痛吗？陆叔叔只要不走动，就不怎么会痛。杨洋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陆叔叔很想杨洋呢。我和小姨刚回来不久，去接了姨丈下班就回来了。
陆叔叔，姨丈说接上你和我妈妈一起吃饭，洋洋偶尔也会想陆叔叔。洋洋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？你说你玩得开心，连妈妈都不想，也不想姨丈，怎么偶尔会想你陆叔叔？陆叔叔是病人，病人需要哄。这么说，洋洋刚刚说偶尔想陆叔叔的话是谎话，不过就算是谎话，也是善意的谎言。陆叔叔听了也很开心。此时海玲从店里出来，洋洋，你怎么坐在你陆叔叔的腿上？快下来，陆叔叔会痛的。我现在的痛感没那么厉害的了，只有我走动的时候脚才会痛。洋洋这样坐着没事。你要是不舒服要说，不要忍着。姐，也就数天不见，我总觉得姐好像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还不是那样。妈妈，我乐了。姐，陆总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。你和我姐是不是有进展了？彤彤不说我没有留意，她说了我就留意到，我姐好像更加的美丽动人了。你以为是我的功劳？海玲还没有接受我的爱意，我和她现在还是朋友关系。虽然我很希望她的美丽是为我绽放，可惜不是。她现在是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自信满满的，又没有家庭拖累，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，心情好，就让人觉得她变了很多，觉得她特别的美丽。当然了，海玲从来都不丑。看来咱们的眼神是一样的，我看我家彤彤也是这样子，她事业越来越好，人越来越自信，我就觉得她越来越漂亮。时间飞逝，转眼9月1号开学了，海彤和姐姐一起送洋洋上幼儿园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洋洋仿佛昨天才出生，转眼间就3岁了，都上幼儿园了。洋洋一天天长大，我们就一天天老了。姐一点都不老，姐还年轻得很。我是说我们会一天天老去，现在我是还不老，再过20年，我都不承认自己老，心态要年轻，总觉得我现在才18岁呢。我觉得我还没有长大，还要姐姐追着喂饭。在姐的眼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小妹妹。你今天要去书店吧？姐也去任你时看看。姐开车慢一点。这句话该是姐跟你说，你开车太快了，还是听站印的话，用个司机吧。我就喜欢方向盘掌控在自己的手里。海玲无奈地笑了笑，你别提，挺重的呢。我来吧，我力气比你大。不过是2袋水果，我还是拎得动的，肚子还没有显怀呢。你们个个都把我当成了玻璃娃娃，好像我做点什么就会摔碎似的。天气热，水果放在冰箱里，你想吃跟我说，提前从冰箱里拿出来，等到没那么冷了你再吃。孕妈妈要少吃冰冷的东西。彤彤，你忽然就成了我的管家婆了。在家里，苏南管着我，在店里你也管着我，我就真没有自由了，可怜呀。这不是管你，是提醒你，为我的干儿子好吗？你咋知道我肚里的是儿子？我夫妻俩都想生女儿的。我预感。好吧，我也预感是个儿子，不过没事，第1胎儿子，第2胎女儿，女儿有个哥哥疼着好，真羡慕君大少奶奶，1胎狼宝，儿女双全。你都羡慕的话，我就更羡慕了。你好歹都怀上了，我比你早结婚，现在还没点动静。那些人没少在我背后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等着看我什么时候被战印踢出家门呢。彤彤，你不用管别人怎么说，只要战印和他家里人不催你就行。再说了，你还没有怀孕，也不能一股脑儿怪到你头上来，谁知道会不会是战印的问题。当初你说要检查的时候，战印可是拒绝的。以前我还会在乎，现在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了，可能是听多了吧，麻木了。小军，你这话可别让战印听到，他身体是很好的，要是说他有问题，倒霉的人是我。我就在你面前说说，只要战印没有赖到你头上，我绝对不会当着战印的面质疑他的。你在风尘山庄住了几天，沾了穆晴的喜气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有孕的。总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相信你是没问题的。不用气成那样，你现在最重要就是开心，开开心心的养胎。我是你肚里孩子的干妈，当干妈也是一样的。战奶奶还没有回来吗？舍不得君言，留在那边多住几天。我就猜到是这样，战奶奶年轻的时候盼女儿，当奶奶的时候又盼孙女，现在继续盼曾孙女，看到穆晴的女儿，怕是偷回来养的想法都有。奶奶是真的很喜欢君言，君言也很乖，不怎么哭，他哥哥就很爱哭，眼睛一睁开就好起来。也怪不得战奶奶在风尘山庄住着不想回来，有几个可爱的宝宝陪伴。战奶奶说的住几天，估计会变成住几个月呢。别说是奶奶，连我都想多住一段时间。杨洋也不想回来，不过杨洋要上幼儿园，不回来不行。战印又天天催，我只能提前回来了。对了，那些相片你和战印说了后，他是什么反应？我家老苏调查清楚了，那个男人只是身形和背影像战印，五官是一点都不像的。
原本只是个送外卖的普通人，因为给段家小姐送了一次外卖，就被段小姐包养了。别人是这样说的，段小姐包养了她之后，就给她买了名贵的西装、领带，还安排了几名保镖跟着她，给她安排豪车代步，似乎是想把她打造成第二个战印。她对战印的心思还真是够露骨的。就算脸也像战印，也不会是战印。只要不是战印，他要包养谁那是他的自由，与我无关。别人会怀疑他朋友圈天天秀恩爱的相片是他和战印的呀。他每次晒的相片，那个男人都没有露出正面，分明就是想误导别人。他和战印在一起，就是想通过这样子来破坏你夫妻俩的感情，让你怀疑战印，误会战印。我的男人，我还是很相信的。只能说段芊芊对战印一点都不了解，不过是见了两面就被战印的外表迷住了，以为那样做就能让我夫妻感情破裂，太天真了。这个倒是，我都相信战印。想当初战印可是花了不少时间才爱上你的，他这种人不会轻易动心，若是见了美女都心动，也轮不到你来嫁他，他早就不知道有多少个女人了。小军，你说我要不要假装和战印闹矛盾，满足段芊芊的阴谋，让他以为他成功的破坏了我和战印的感情，看看他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？我是很想支持你，不过理智又告诉我不能支持你，你这是玩火，战印肯定不会同意的。爱慕战印的女人破坏了你们夫妻俩的感情后，下一步的动作都不用看，也知道是怎么走的，肯定是接近战印，温柔小意的讨好战印，好取你代之，成为战印的心尖宠呗。万一战印心动了呢？你这话让战印听到了，就真的和你闹了。你家那位小气得很，一点事情能跟你闹上几天的。你呀，还是别去做这种事，免得真的闹了夫妻矛盾，让别人钻了空子。就算没有人能钻空子，你们夫妻俩闹矛盾，影响大家的心情，也不是好事儿呀。再说了，这件事又不是战印的错，战印可没有去招惹段芊芊。好，我听你的，不那样做了，我家老战肯定也不同意的。一生气，我又得哄老公。音落，海童手机就响了起来。老公。海童刻意嗲了嗲声音，叫着战印。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害怕我知道，还是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了？没有呀，我就是想你了吗？怎么，我那样叫你，你骨头不酥不软，不喜欢听？我被你吓了一跳，以为我打错了电话呢。你肯定在背后说了我坏话，恰好被我的电话打断了，心虚了才会嗲着声音叫我老公，否则你是叫我战印的，你习惯连名带姓一起叫我。没有，真没有。老公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想你了，给你打个电话不行吗？你在书店吧？刚回店里不久。刚刚浩宇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了件事，那件事本不想和你说的，但又绕不过你，还是跟你说说吧。不过你不用去插手，交给大姨处理。什么事要麻烦大姨去处理的？战印把凤家的事告诉了海童，海童听完后愣了很长时间。等会儿我就去找我大姨，跟她谈谈这件事。大姨当年有几岁大了，多少都会有点记忆的。你就跟大姨提一提这件事就行，大姨会处理好的。好。彤彤，出什么事了？和我妈身世有关的。怎么了？你妈和商太太不是亲姐妹吗？你和商太太不是做过了血缘关系鉴定吗？证明了你们是有血缘关系的。我妈和大姨是亲姐妹，现在是老三在江城那边了解到一个以女儿为尊的大家族，那个大家族的上任家主被妹妹谋害了，连同婆家人都死于非命，但表面上是死于意外。那位家主有2个女儿，2个女儿在几十年前失了踪，生死不明。那个家族姓凤，我妈原来的姓氏就是姓凤，所以战印怀疑那个家族与我妈有关。我去，这么曲折的呀？小军，你看着店，我现在就去我大姨家里。去吧，你开车慢一点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慢慢的打听调查就是，总能查得清清楚楚的。相信战印也会让苏南帮忙调查的。就算是真的，用战印的话说，这件事交给你大姨去处理，她才是苦主，相信她也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。我知道，小军辛苦你了，我先走。没事，中午的时候苏南会过来的，你去找你大姨问问吧。